很多專家都說90%的濃縮鈾到底距離真正的武器級核彈有什麼差別？也就是只有剩下機械加工以及裝上引爆系統，就只有這2個差別而已。在理論上，也在物理上面，它到底距離核武器多遠，根本就沒有距離了。伊朗現在已經告訴你，我要到了90%的武器級系統是不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一種核威慑。那個加迪爾級的伊朗袖珍潛艇，我只要告訴各位說，只要有潛艇在那邊，軍艦就會嚇死。它再小，它再原始，它再簡單，它都是嚇阻美軍的利器。沒有想到現在伊朗下了對美國的最後通牒嗎？除了在軍事上對美國的軍艦開火逼退之外，還怒嗆說，針對濃縮鈾，他們要把它做到90%，也就是武器級以上的這個濃度哦，並且畫下了5個門檻，逼川普要認輸來做談判，有可能嗎？今天就這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也請來賓幫我們特別聚焦哦。川普此刻高喊說他要恢復軍事來打擊伊朗，但是伊朗反過來了，現在呢在荷姆茲海峽這邊對美艦開火，到底誰才真正掌握主導局勢呢？第二件事情，伊朗呢現在是要把荷姆茲的控制範圍持續的擴大，那現在擴大的範圍達到了10倍之外，還會部署的是迷你的潛艦。根據了解，這種迷你潛艦是具備有布雷能力的，能夠確保美國還能夠確保這一條全球能源命脈可以接下來安全的通行嗎？這個軍事面，等一下我們也做關心。第3個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放話把濃縮鈾現在呢要推到90%，美國的極限施壓真的能夠嚇阻伊朗，還是會加速它走向核武的門檻？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先來看到川普開嗆，他批伊朗提出的停火方案是垃圾，而且他說呢，我完全不能夠接受，甚至喊話威脅，不排除對伊朗再次的发動軍事的打擊。川普現在對伊朗下了最後通牒，沒有想到現在呢，伊朗其實反過來哦，在這個軍事上面有所新的行動。現在來看到的是，特別看到荷姆茲海峽，他希望變成自己的主要的戰略主場嗎？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來自伊朗媒體革命衛隊宣稱的。一艘美國的護衛艦試圖通過荷姆茲海峽，被伊朗是直接開火做警告，迫使這一艘美艦改變了它原本的航行方向。針對於荷姆茲海峽，現在伊朗方面呢要再擴大管轄，從原本說最多達到30英里，現在最多擴大範圍到300英里，等於10倍的一個範圍。再來就是它部署的國造的這一款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等一下請幹哥幫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它的小檔案能夠在水下潛伏，並且在近岸突襲發射魚雷，攜帶中國的反艦飛彈。重點是它可以在這邊布置的是各種的水雷，對美軍將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威脅。那麼在能源方面，現在根據了解，最新消息來自於伊拉克、巴基斯坦都已經跟伊朗談好，達成這種能源通行的相關協議了。如果這些國家跟伊朗談好，現在外界也分析，會不會有其他的國家也模仿這2個國家，希望能夠遵循相同的路徑呢？那麼對於美方來說，又是另外一種威脅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苑老師，現在呢，伊朗在對荷姆茲上面的美艦開火，並且部署這種小型的迷你潛艦，把荷姆茲海峽的管控範圍再一次的擴大。代表他認為自己可以跟美軍硬碰硬，他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嗎？另外就是另外2個國家，伊拉克、巴基斯坦，他們跟伊朗達成能源上面的協議，能夠成為其他國家的範本嗎？那苑老師怎麼看？我們常常說強龍不壓地頭蛇。這個荷姆茲海峽，你打開地圖一看的時候，你就知道它完完全全在伊朗的控制範圍之內。這裡頭的話呢，剛剛聽到的消息，它在控制的範圍擴大10倍。原來20里到30里是指那個最尖的那個地方啊，荷姆茲海峽跟這個離伊朗最近的那個地方啊。接下來的話，阿聯酋那邊剩下了一個尖角啊，那個擴大的話是往旁邊延伸。那這裡面呢有3個消息非常重要。首先第一個的話呢，這個川普一直在吹牛啊，根本就講贏麻了，打垮了，沒有空軍，沒有海軍，現在不得了了，你美艦過來直接打你。直接打你，就讓你知道這個厲害。現在的話呢，這個川普的話呢，真的是進退兩难了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好。然後這個第2點的話呢，就是說呢，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迷你潛艇非常重要因為什麼呢？
這個大家知道啊，我們沒有一個地區比像台灣在發展潛艇再了解。你要發展迷你潛艇，这個迷你潛艇啊是完全適合於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非常淺，這個潛艇叫做迷你袖珍潛艇，它放在水底下的時候，最多10個人。然後呢，它上面帶了 C704的這個反艦導彈，是大陸製造的啊。那麼大陸製造的飛彈早就在裡頭，所以我相信這個迷你潛艇的計劃大概20年了。所以20年的話呢，在荷姆茲海峽的地緣關係上，又能夠控制在底下的話呢，那美國船只根本不敢進來，一進來地底下被什麼打掉的都不知道。那另外第3個的話呢，我覺得這裡頭當中，那個伊拉克跟巴基斯坦就通過了能源的這種重的，就是說是這個能源上的這個接送他們這個船艦的話呢，這裡面的計劃，這個計劃非常重要，因為這裡頭講的不是能源。重點是他們跟伊朗的關係。伊拉克本身就是什葉派的一個為主的一個國家。那另外的話呢，就是巴基斯坦原來在整個回教地區，巴基斯坦說良心話沒什麼油的。但是巴基斯坦的話，在這一次的話呢，就是大露其臉了，哎，非常非常有面子，而且的話呢，第1次會談呢，第2次會談都考慮在這個伊斯蘭馬巴德來舉行，也足以證明啊，巴基斯坦能夠這麼有底氣啊，最重要的原因，它底下有一個神秘大國的支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做的事情的話呢，會變成中東地區的一個效法的對象。所以說，如果巴基斯坦的這個取得了這個通過這個航道裡面的特權的話呢，那麼伊朗這個伊拉克啊。我覺得沙特啦、科威特啦、這個卡達啦什麼的，他們都會陸陸續續跟着來進，這會擴大。為什麼？因為做生意的人當然要貨暢其流嘛，你都通不了海峽，那講其他都白談。好，所以現在這一場戰爭，目前我們看到伊朗它祭出的，包括了在軍事戰，還有呢軍事的打擊、軍事戰跟這個能源戰哦。那美方呢，同樣是在荷姆茲海峽，美國也有最新的動作。一般來講，我們知道這個核潛艦不太會浮出水面哦，通常都是隱身的。那現在比較罕見的事情是在直布羅陀海峽了，美軍讓他的一艘這個是彈道飛彈的核潛艦直接出現了。現在在看說，為什麼要這樣做？是要對這個伊朗下一下馬威嗎？再來就是伊朗，他也反過來說，我們濃縮鈾要大幅提升了，現在濃度說要到90%這種武器等級的，做得到嗎？能夠造成威懾嗎？那幹哥又怎麼看？好，美艦啊，美國的阿拉斯加號彈道飛彈潛艦出現在直布羅陀海峽。大家要知道哈，所謂彈道飛彈潛艦是一國的它的最終保障，那就是說聯合國5大常任理事國中美英法俄這5個國家擁有彈道飛彈潛艦，沒有第6個國家。好。那這5個國家呢？老實講一句，這就是他們最後的一張王牌。也就是說，除非外星人打來，不然的話，面對世界上任何敵手，你都無法抵擋這5個國家的彈道飛彈潛艦。所以阿拉斯加號出現在直布羅陀，這意義很重大。為什麼？因為其實直布羅陀跟那個荷姆茲海峽，它中間還隔着阿拉伯半島，對不對？那它出現在這邊的意思是告訴你說，我來了。通常來講，彈道飛彈潛艦它就是水下最靜默的殺手，它不可能會露臉給你看。美國總共有14艘 Ohio 級的彈道飛彈潛艦，它即將被哥倫比亞級所取代，但是這14艘潛艦是寶，所以說它不可能會亮相。它跟一般的攻擊潛艦是不一樣的，攻擊潛艦的隱秘性已經夠高了。這些彈道飛彈潛艦，你知道一艘重達16000公噸，那是海底下的龐然大物。所以說他們不隨便現身，他現身給你看的意思就是代表說，我告訴你，如果說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我就用核武力來威懾你。所以大家要曉得說，美國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是它的戰略意義比較重大，但是真正能夠用到的機會，那趨近於0，因為你不可能會發動核子戰爭。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那伊朗呢？伊朗它本身現在從去年的這個12日戰爭啊，用 GBU-57的鑽地彈，也就是碉堡克星，美國的 B-2 轟炸機摧毀了伊朗的核設施之後，那你認為說伊朗的核設施就停擺了嗎？其實我完全不認為會停擺。我反而覺得伊朗不管是在伊斯法罕或是福爾多的基地，它的離心機只要再重新裝配起來的話，你知道很多專家都說，
90%的濃縮鈾到底距離真正的武器級核彈有什麼差別？我們現在講它到底有什麼差別？我可以告訴各位，它只有2個差別，也就是只有剩下機械加工以及裝上引爆系統，就只有這2個差別而已。也就是說，那你現在已經90%啦，那在理論上也在物理上面，它到底距離核武器多遠？根本就沒有距離了，因為這種材料直接就可以做成真正可以投射的核子武器，只是投射的方式是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其實大概只有3種投射方式，一種就是轟炸機，另外一種就是核潛艦，第3種就是地下發射井啊。那這3種其實伊朗目前現在都沒有。可是伊朗要得，就是說他如果說真正發展出核子武器之後，就有點類似像以色列，以色列早就有核武器，但以色列沒有投射工具，所以在沒有投射工具的情況底下，你要製造出一枚核彈之後，你要去煩惱的是接下來怎麼做。但是伊朗現在已經告訴你，我要到了90%的武器級系統是不難的。所以在这種情況之下，這就是一種核威慑。我們多次說過了，伊朗不可能放棄。而伊朗如果有這樣的武器的話，美國在出兵的時候都一定要忌憚再三的。所以，另外再講到那個加迪爾級的伊朗袖珍潛艇，我只要告訴各位說，只要有潛艇在那邊，軍艦就會嚇死。所以說，不管它是多麼袖珍，它只有100多噸而已。對。但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你只要知道，你懷疑它在那裡，你就不敢進去。為什麼？它再小，它再原始，它再簡單，它都是嚇阻美軍的利器。為什麼？因為你用一般的軍艦布雷的話，美國看得到就打你了。那潛艇你看不到，它偷偷布雷的話，那對整個航道都是毀滅性的打擊。所以說，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像戰略級的這樣的武器，對伊朗而言非常重要。如果這個戰爭不能夠很快結束的話，伊朗祭出這樣的武器的話，會對美國的石油的禁運會發生很大很大的影響，這個是我覺得美方是要考慮的。好，一方面我們看到伊朗是祭出在軍事行動上面針對美國的威懾力，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在政治上面也有所喊話。我們現在其實要關注的就是接下來美伊和談下一波什麼時候會正式的進行，還有沒有可能真的來進行。但是在這個之前，現在伊朗已經開出了最新的條件，他希望美國先能保證這5點，否則他不會展開所謂的第2輪的談判。那這5點其實有很多是跟這個經濟也有關係的，包括解除對伊朗的所有制裁啊，還有凍結他的海外資產跟賠償他的戰損，然後呢，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線，包括現在正在進行當中在黎巴嫩的戰線，再來要承認美方要承認在伊朗在荷姆茲海峽的主導權等等，代表伊朗現在真的不怕美國了嗎？真的可以這樣解讀嗎？那玉君怎麼看？我看伊朗應該是在吹哨子壯膽啊，就是因為美方是不可能承認伊朗在荷姆斯海峽的主權的。所以這件事情對於其他中東的周遭國家，沒有人會認同這件事情啊。現在不管是比方說阿聯酋啊，或其他國家，為什麼要跟伊朗暫時去談？因為他們經濟受損，所以他們只是在買時間，看美國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好，那我們說為什麼伊朗現在在吹哨子壯膽呢？因為他知道現在美國沒有時間處理它。川普現在最大的事情是在跟習近平、跟北京就有更大的問題要處理，有他的大交易要去談判，所以他知道我這時候怎麼喊，美國也不會理我，我喊了也沒有人當真，你喊了也不會有任何被美國教訓或美國修理，所以我這時候喊，我把籌碼喊高了，我搞不好有人就信了，或搞不好這就是打仗啊，一個是軍事，一個是心理，這就是標準的心理戰嘛，哈。但是他心理戰，他事實上他很有底氣，他這心理戰不是沒有底氣，軍事上他不一定這麼有底氣，但心理上他是有底氣的。為什麼？美國現在的做法很簡單，我把你圍起來，我看你經濟可以撐多久。好，我川普雖然國內可能經濟上很多人對我要崩盤，但是我看你撐得久還是我撐得久。好，那伊朗現在的意思就是說呢，我跟你玩命，你要不要跟我玩命？那川普就覺得說，好，你是
最後你是這個生存之戰。那我美國，如果你把我的這個美元，就是石油美元变我生存之戰的時候，我可能就对你下死手。這就是雙方在喊，就是到底誰比較狠嘛。那伊朗現在底氣是什麼？第一個底氣是他們新型領導人他們內心的陰影，就是你們當暗殺我們老一代領導人的時候，我們心裡會怕，我們不願意跟你們談判啊。他們看到不管是自己的以前的領導人或敘利亞格達費的問題，或者是他看到金小胖每天還活得開開心心的，他們就不願意和談呢、啊。他們心裡不抓着這個武器，他們心裡不踏實嘛。再來就是我們看到，不管是中國，不管是這個俄羅斯，不管是北韓，這個所謂的軸心3個軸心，我們看到很多國際的報道，他們都有給伊朗一些支持嘛。那美國現在的做法一定是很簡單，他把你這3個軸心一個一個拆了。他現在在中國，我們之前看到為什麼普丁開始在談可能跟烏克蘭停戰的問題，這一定有美國背後跟俄羅斯在談的一些事情。那他也希望透過中國去施壓北韓嘛。那最後一個就是伊朗在賭，伊朗手上真正最厲害的是經濟武器，以及美國內部大概有將近快70%的人反對這場戰爭，或不知道為什麼美國要打這場戰爭，他就看你美國什麼時候崩盤，或看你國會能不能跟川普施壓嘛。所以最後這個時間呢，到底站在誰這邊？我認為最後還是會站在美國這邊，因為不會只有美國的經濟受到影響，而且大多數人寧可被美國控制的這個地區，而不願意被伊朗變成一個新型的地區的霸權。伊朗現在說呢，他要出動可怕的武器。今天我們會來解讀一下他所說的可怕的武器是哪一款呢？難道是反艦飛彈嗎？現在讓美軍嚇破膽了。川普在這個時候着急了，也怒嗆說不當好好先生了。接下來他會出動什麼樣子的動作呢？伊朗現在說靠3盟友可以突破在荷姆茲的封鎖。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今天有3個火線話題，一樣呢，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讀的。首先，剛剛提到的伊朗說的，在荷姆茲海峽，他這邊會出動可怕的武器。現在點名有可能出現的武器，有沒有可能是這一款呢 ？CN-302超音速反艦飛彈，還是納奇爾1-5，還是水下自殺無人機卡里亞？這些會對美軍的航母構成威脅嗎？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為什麼呢？在此刻敏感時機，福特號航母卻傳出撤離中東了。另外，美國民眾非常不滿的事情就是250億美元都用在戰爭上，這樣子的一個金額等於是 NASA 1年的支出啊。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航母要撤出中東呢？難道川普要退出這場戰爭，並且單方面宣布勝利了嗎？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現在說伊朗的背後有3股勢力在支持着他，不管是來自於中國，或者是來自俄羅斯的影子艦隊，或者是巴基斯坦在陸路上，在貿易上的協助。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美軍的長期封鎖戰還能夠撐得住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剛剛特別提到伊朗說呢，他手中要握有的就是各個可怕的武器，要來對付美軍哦。那這些武器，我們現在來做拆解，可能是哪一款？先來看這個有可能的 CN-302超音速反艦飛彈，它是中國鷹擊12飛彈的出口型呢，並且對這些船艦具有非常大的殺傷力。根據了解，它主打的就是超音速突防，專門打軍艦、航母、戰鬥群、高穿透、高飽和的攻擊力量。先前說伊朗有向中國購買，但是已經被中國大陸給否認了。第二件事情，有沒有可能這一次他出動的就是隱形的水下無人機呢？因為現在根据了解，伊朗至少有包括了它的納奇爾1跟5，還有攻擊無人機這一款叫做卡里亞，3款都是自殺式的水下無人機，對船艦有極大的威脅。最後我們來看到的就是除了武器的升級，真正卡住美伊和談的，當然就是我們熟知的核問題。川普到現在持續的要求伊朗必須永久放棄濃縮鈾，並且交出這一些濃縮鈾的庫存，甚至連普丁他表示他願意代為替這個伊朗來保管核的濃縮鈾，但是仍然遭到川普給拒絕了。當然，伊朗方面仍然是堅持他要繼續的
不放棄核武。伊朗手中可怕的武器可能是什麼？力量君怎麼看？我認為說是，如果說 CM302這款超音速這個飛彈可能是伊朗拿來嚇唬美國的哈。我認為中國在目前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一個斡旋的大國，在這個時候，它不宜將這種具有高度殺傷性的武器提供給伊朗，因為如果說伊朗有了這種武器，它可以更輕易的封鎖荷姆茲海峽，任何經過荷姆茲海峽不論是軍艦或者是商船，因為這個超音速導彈對這個海面的攻擊，它的射程有到200到300公里這麼遠。那如果而且是超音速的，美軍自己很難攔阻。如果說伊朗真的有了這款武器，打擊到了或者甚至於擊沉了美國的這種軍艦，一艘軍艦來講的話，可能之後的問題就不是說伊朗跟美國戰爭的問題，而是美國跟中國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中國是不會提供這款武器給伊朗，但是伊朗極可能自己研發的這種水底的這種無人機水底的無人機它等於類似一種水下的魚雷這種性質，而且它又是具有 AI 自己智慧性判斷的水下魚雷。那它的攻擊的距離，其實我認為它也不亞於一顆水雷。那它的魚雷，它的這種作戰的性能來講，甚至於要比這個一般的魚雷要好。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認為它的水下無人機的可能性是比較高。那這個主要是因為它是他自己伊朗自己研發的，那不受這個國際的這種約束，所以它有這種武器的可能性更高。那我認為福特號極可能現在就撤入中東地區，為什麼？因為現在布希號已經到了嘛。那我認為對伊朗來講，不需要用到3航母，尤其是說美国的態度，川普極可能想找個機會就這個結束這場戰爭。那在這種狀況下，他如果說將3艘航母都部署在這邊，除了浪費兵力之外，也是很燒鈔票的事情。對。那最主要的，我認為。福特號因為前一陣子這個我們都知道它洗衣房失火的事情，還有馬桶堵塞的事情，我們也分析過了主要是官兵的士氣很低落，長期的在海面部署。如果按照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超過900天了，那這麼長時間的部署，其實對官兵身心都非常的疲累。更正，超過9個月的部署，其實身心都非常疲累。所以我認為，如果說布希號到的話，極可能讓福特號就返回重新做整補，因為如果按照這個航母戰鬥群，它一定是1/3的時間擔任部署，1/3的時間做大修，還有1/3的時間來做整備跟這個人員的訓練。所以我認為福特號這個應該是要回去的。那美國，我認為在這場戰爭裡面，就軍事上來講的話，它現在陷於兩難。同一件事情，可能各位都沒有注意到，我反而注意到了。那時候美軍揚言，除了3航母之外，還有2個2棲戰鬥隊包括的里波里號跟全斯號要趕赴到這個地方來，還有我們經常在講的美軍第82空降師，會不會到這個地方來？那為什麼現在我認為說，對這個要發動地面作戰的可能性大幅的下降？因為倒不是美軍不想打，而是他被牽制了。各位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我說他被牽制？他被牽制在哪裡呢？大家去看看現在全斯號的位置，他現在還停留在關島。你看看布希號都繞過整個非洲，已經趕到了這個安曼灣。那為什麼全斯號過一個太平洋而已，卻沒辦法，連太平洋都沒有辦法過，更不要說南海，更不要說穿過馬六甲海峽。那為什麼現在停留在關島？我認為跟這個美日菲三國現在在這個呂宋島這邊實施肩並肩演習。那中國為了為了回對這次演習派了我們知道所謂遼寧號的航母戰鬥群，總共帶了14艘的艦艇在這邊。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以107遵義艦為首的這個戰鬥隊現在也在呂宋島的東邊對呂宋島形成包夾之勢。於是最讓美國跟日本擔心的是，這個遼寧的艦隊裡面帶着有071、072、075等2棲作戰的艦隊。那如果說這個解放軍利用這個空隙的時間，不管是在東亞任何一個地方，真的是實施2棲突擊登陸，那美國在東亞地區已經形成一個兵力的空虛。它原來在這邊呢是的里波里號的2棲攻擊艦隊嘛，那第31特遣隊那已經都到中東地區去了，
它現在在亞洲地區可以說是毫無部隊可用。如果說一旦真的在這邊有任何狀況發生，它會沒有可以應變的兵力。所以我認為全4號這個時候是停留在關島，是應付。如果說中國大陸的遼寧艦隊在這邊有其他的動作來講的話，它最起碼還可以應付。那你想想看，全4號都已經被拘束在這邊，被牽制在這邊，那對中東地區可以說美軍更沒有可用的兵力。好，這個美軍的部分，我們看到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的牽制哦，所以呢，在這個航艦上面、航母上面的布局已經被有所牽制了。所以呢，剛剛如同這個將軍帶我們看到的，因為布希號來了，所以接下來福特號就準備離開，這是主要的重點原因嗎？等一下也請賴老師來持續帶我們看。那其實呢，現在川普又最新做了發文，而且這次又在半夜這個3、4點他不睡覺，在網絡上面社群自己發了這張照片，他手上觀眾朋友可以看到，這個戴着墨鏡，手上拿着長槍，並且背景是他要伊朗這個把伊朗給轟炸的樣子，而且他說呢，我再也不會再做好好先生了 ，No more Mr. Nice Guy。好，這個現實的狀況就是我們來看到，但是五角大廈最新向國會說明的，說戰爭的花費實在是太高了，多少呢？250億美元等於8000億台幣，是 NASA 1年的整個預算，而且這個數字根據了解可能還被嚴重的低估。但是美軍的動作也很奇怪，我們根據這個媒體收到最新消息說，美方已經要求將極音速飛彈部署在中東，這是美軍首次部署此類的武器。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等一下也請賴老師幫我們解讀一下。那川普的民調現在創下新低哦，34%哦的新低。那現在根據了解，川普已經命令情報單位針對單方面宣布戰勝伊朗，可能呢來做一個評估，是不是就乾脆自己這樣做宣布好了？那賴老師這兩個問題怎麼看？是這樣子哈，因為福特號放在紅海是毫無作用，沒有任何軍事價值，也沒有任何軍事作用，它是擺姿態而已，擺看看而已。原因很簡單，航母戰鬥群的作戰半徑不會超過1000公里，啊，一般來講，啊，大概在650公里，啊，絕對不會超過1000公里。而阿拉伯半島的寬度就1000到1500公里，所以你從紅海到阿拉伯海要進入到伊朗，你福特艦基本上來說是毫無作用，它打不到也飛不到啊。這個我們講的就是伊朗，所以你要不就透過空中加油機，可是如果你要從福特艦來做艦載機的起飛，因為航母就是一個空中的移動的空軍基地嘛。你要從福特艦做艦載機起飛，倒不如從約旦，倒不如從沙特，倒不如從這個阿聯酋等這些空軍基地來起飛，對伊朗進行攻擊還比較有效。所以福特艦擺在紅海是毫無作用，是它只是擺拍啊。為什麼要擺拍？維持所謂的2個航母戰鬥群，因為美國傳統以來對於所謂的區域間的戰爭，它通常都是2個航母戰鬥群。例如說，他當初在打阿富汗的時候，就是2個航母戰鬥群。他在打伊拉克的時候，因為伊拉克要發動全面的地面部隊的作戰，所以他調了5個航母戰鬥群。可是5個航母戰鬥群中有2個是放在地中海，作用不大。那為什麼會放在地中海？他本來想借到沙特，想借到土耳其，他想說土耳其是北約國家嘛。但是因為他打伊拉克的時候沒有經過這個北約的同意，也沒有經過聯合國的授權，所以土耳其不讓他借到，所以那2艘航母根本沒作用，因為距離當時的伊拉克太遠，沒有作用。所以它唯一有作用的就是3個航母戰鬥群，那也就是在阿拉伯海，那時候是可以穿越曼德海峽，也可以穿越這個阿拉伯海就赫爾木茲海峽進入這個阿拉伯海，對於伊拉克進行攻擊。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福特艦擺在那地方是擺拍。為什麼離開？因為布希號到了，布希號已經到了，形成了2個航母戰鬥群了以後，這個時候我們才看到福特艦就走了嘛。所以福特艦是沒有意義的，沒有作用的。更何況福特艦再維持下去的話，它的軍心士氣會出問題啊。軍官的維持已經越來越困難了，所以趕快讓他離開，這是合理的。另外，您提到的有關於為什麼把超高音速導彈都拉過去了，這是美國慣用的手法，它的目的就為了談判，保持高壓的軍事姿態，保持高壓的經濟制裁姿態，目的還是要談判，而不是為了要打。
好，在這個談判都還沒有到來之前，我們看到美國持續做的事情就是他認為說他要用長期封鎖來困住伊朗，但是呢，沒有想到伊朗他其實也有因應的方案，靠的是誰呢？其實就是靠他的3個他認為自己最強的盟友。第一個，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提供什麼樣的武器呢？包括他這邊提到的說，美軍部署可以幫助美軍在這邊部署相關的衛星資訊哦，來協助伊朗做精準打擊的判斷。第二個是來自於俄羅斯的情報的提供之外，還有影子船隊，可以讓伊朗的石油避開這些封鎖監控，持續的讓伊朗的石油可以做出口。最後是巴基斯坦，開通了6條跟伊朗接壤的這些陸路貿易交通，可以讓他們的貨物繼續的運行。楊老師怎麼看？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美軍的長期封鎖會讓伊朗還可以讓伊朗屈服嗎？我覺得不容易，因為我想大家都了解，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從戰爭的一開始認為這是一個非法的戰爭，就美國跟以色列在跟伊朗在進行和談、核子協議以及濃縮鈾的問題的時候呢，伊朗都願意表達退讓，結果他發動斬首攻擊，然後呢持續的轟炸。那其實這也是一個不只是非法，它甚至是個侵略戰爭。那在戰爭之前，全世界除了美國，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制裁伊朗啊。那戰爭之後也沒有跟着美國去制裁伊朗，美國也對於其他國家跟伊朗進行持續的貿易的關係也沒有提出制裁，只不過是對伊朗的影子艦隊的這個油啊，那開始在做封鎖。所以呢，換言之，現在跟伊朗的這個互動，除了這3個國家之外，其他國家仍然大部分照戰前的規模，但是呢是有減少，因為在戰爭期間可能不方便，當然也可能擔心美國的態度啊，所以是有減少。可是3個層面，第一個軍事，第2個經濟，第3個外交。在軍事層面，還是在戰爭之後有去跟伊朗互動的，其實真的應該是不多了。我個人覺得大概，最多你可以把俄羅斯放在上面，那可能大概也都是衛星或者是情報，某種程度大概有一些這種原料，也就是兩用物資。中國大陸呢，戰前的北斗的衛星定位，那在戰後呢，其實也許還是有繼續使用，但是呢本來就涵蓋有兩用、商用的這種特性。那至於其他兩用物項，像是比如說化學原料那等等之類，那這個基本上是有減少，可是並沒有禁止，而美國也沒有去攔截。因為你當兩用物項真的變成軍事武器的使用的設備或原料，那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所以在軍事層面我覺得伊朗現階段其實並沒有來自於太多別的國家，也許俄羅斯。那經濟層面，我覺得這三個國家都有幫助啊。中國、俄羅斯跟就是巴基斯坦，也不止他們三個國家。對，裡海的其他相關國家其實也有，伊拉克也維持的，也就是說大概維持了這種就是物流，然後呢貿易。那至於外交層面，現在這三個國家基本上都是在協助他跟美國進行和談。俄羅斯比較積極的在去支持伊朗自己本身的地位。那然後呢，你看到不只是這三個國家，要包含埃及、土耳其，好多國家在外交上面其實都是要去尋求他們之間的和談。那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支持了伊朗，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分我们就比較了解。到現在為止，伊朗其實某種程度還是要靠自己，在軍事上，那經濟上呢，大概能夠延續更長的時間。外交上，它其實已經有一點立於不敗之地。當然，這個更大的關鍵是美國的軍事行動的這種不利，所造成他自己在談判上為這個處境比較困難。接下來要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軍工整套輸出有沒有可能改變全球的軍售版圖呢？今天會來特別看到，包括了潛艦鷹擊18到殲35，北京不只是賣武器而已，還有包括整個中國版本的聯合作戰體系都直接外銷了。那現在另外一方面，美軍大家在討論它的 F-35的神話是不是崩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探討。好，我們來看到的是，這時候大陸的軍工正在整套打包，並且要
輸出嗎？今天我們會來看到的是幾款賣給這個巴基斯坦的武器。那等一下會一起來看，不管是鷹擊18，或者是麒麟級的潛艦，或者是歼35。好，我們先來看到的是鷹擊18，這一次透過中國的官媒首次公開展示了淺海、深海潛射的一個畫面。我們先來看一段現場畫面。好，我們可以看到，透過畫面呢，導彈命中了這個靶艦後，是直接撕開了一道橫向大約是15公尺的裂口，爆炸威力幾乎可以摧毀整個後部的艦橋。那麼畫面播出來之後，其實讓外界感到非常的震撼。我們稍微來了解一下這個鷹擊18，其實呢，它是中國大陸在遏制的反艦的導彈基礎上自行研仿升級的武器，並且我們看到它具備高亞音速的巡航跟末端超音速的突防模式，巡航的時候最高是達到0.9馬赫，那麼末端可以達到3馬赫的衝刺，因此會讓攔截度暴增哦。火力的配置現在說會直接的輸出給巴基斯坦來做使用。那麼鷹擊18其實也會用在麒麟級的潛艦上面。我們特別來看到是中國大陸接下來會交付一共是8艘的這個麒麟級的潛艦，前面4艘會中國建造，後4艘會技術轉移給巴方自己來做生產，來提升巴國的國防軍工產業。那麼正式交付給巴基斯坦之後，水下現在來看到它的排水量達到了2600噸，可以連續潛航最多達到21天。搭載533毫米的魚雷發射管，可以發射鷹擊18的反艦導彈。最後，我們來看到的是大陸方面也希望是不是年底前要賣給這個巴基斯坦它的歼35呢？央視也曝光了一架是編號0001的印有 AVIC 標誌的殲35滑出了機庫。現在說是不是就是給巴基斯坦的，也是第一款出口的殲35呢？來看一下殲35的小檔案，最重要的是来自於這個他們自己的專家，也就是他的總設計師。殲35的總設計師特別提到殲35的3個重要特性，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隱身性能了。官方也宣稱殲35的雷達面積比人的手掌更小，推估只有 F522的它的1/25而已。再来，它是高度的資訊化整合的，具有彈射、滑躍、雙模式的起飛的功能。所以節目一開始也特別來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剛剛看到的鷹擊18到潛艦，再到殲35一次打包賣給巴基斯坦，來看一下它的戰力如何，又如何可以來改變在南亞這邊的軍力平衡？它影響會很大啊，因為原本印度它的基本的戰力啊，它採購的是像例如說包括跟法國、跟美國等啊，還有英國的地面部隊，它原本的戰力，印度人認為它是比較強的，所以他對於巴基斯坦的態度基本上都是不友善，甚至不禮貌。但是從去年的空戰啊，這個印度完敗。不是完勝哦，對，印度慘敗啊，完敗的情形下，我們看到印度的氣焰突然間消了，這個時候巴基斯坦的自信往上升了。那最主要的就是用中國的殲17這樣的一個戰機，現在更傳出說鷹擊18這個導彈基本上來說，它是有3種發射的載具，你可以用轟6K 從空對艦的一種打擊，你也可以用水面戰艦，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潛射，這次它證明的就是用潛射的發射載具，它的作戰半徑比較遠，它可以到600公里而且它的彈頭我們叫做作戰室它的彈頭到300公斤左右，所以它本身可以炸裂一個這個導彈驅逐艦或護衛艦。那你想，當中國大陸把這種隱身的戰機、潛艦還有這種導彈都給巴基斯坦的時候，它當然對巴基斯坦的海空一體戰的作戰能力當然就有提升嘛。那它會改變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個最主要的影響還是來自於對中東海灣國家的影響會更大。為什麼？因為印度跟中國大陸買武器裝備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大陸基本上不是很考慮它的武器裝備去滿足印度的需求。可是滿足了巴基斯坦，也會影響到斯里蘭卡因為斯里蘭卡事實上還有孟加拉他們對中國大陸本身也已經表達出他們的興趣。另外一個最大的影響，我覺得可能會來自於海灣國家，像沙特阿拉伯。
沙特他在這一次啊，對預防戰爭這個部分裡面，他向巴基斯坦引進了2個中隊的這個防空兵力，也就是空軍啊。那我們也看到巴基斯坦派出24架的戰機進入了沙特，來幫他協防這個沙特的領空。這個代表說，如果未來殲10C的戰機也進去，甚至殲35戰機、隱身戰機也都進去到這個沙特阿拉伯去駐防，或者是在那個地方演練的話，會使更多的海灣國家近距離的接觸到中國這種隱身戰機的特性跟它的優異性。這個對於中國大陸在海灣國家所武器的銷售這個部分會多一個選項。因為目前來講，像沙特跟中國大陸買的彩虹無人機已經多了，還有就是洲際彈道導彈，另外防空的導彈系統都有。可是傳出來的有關於這個驅逐艦、護衛艦，還有導彈，甚至戰鬥機這個部分，如果這一塊空白能夠填滿的話，大陸對於中東國家的影響力當然就會更大。我覺得目前來講，用巴基斯坦同樣是穆斯林的国家作為一個武器的一個戰略支撐點，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戰略選擇。好，針對剛剛賴老師特別提到的是，中國透過巴基斯坦是不是接下來賣武器到波灣國家去，甚至是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等一下我们會請聶老師就這個部分，我們再做比較深入的繼續探討。那剛剛同樣的問題講到了這個鷹擊18、潛艦35等等賣給巴基斯坦戰力的部分，那艦長又怎麼看？其實我們在研究中國大陸它的一個戰略的時候其實不能用美國的視角來看。為什麼？因為中西的戰略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對於西方來講，他們講的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那對於中國來講，其實講的叫做韜光養晦。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鷹擊18，如果我們從中國大陸的視角來看的話，那叫做過於落後，可以展示所以它展示出来，那也就是我們在去年93閱兵的時候，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飛彈，我們當初以為是跳號或者是研發沒成功，然後93閱兵一筐子一起拉出來。還沒有試給我們看，因為過於先進不能展示。那但是我們講到有關於這一個殲35的部分這個就是我們講到中國大陸最有意思的部分。它是在什麼時候展示？它是在有關於5·1國際勞動節的一個晚會的這一個視頻裡面，我們所看到的，原來它這裡是告訴我們，它產出了一個0001號的這一個殲35。可是這個殲35為什麼它上面完全沒有解放軍的各種標誌？因為那是外貿型的。那也就是說，它已經做了非常多的一個性能的一個降低。那當然，巴基斯坦知不知道？未來要賣的話，他一定知道。那但是有幾個特點它還是存在的。例如它這一個，那從美國的角度，它叫做DSI 的一個進氣道，那中國的說法叫做棒式进气道。這種进气道呢，其實它可以有效的將超音速的這一個空氣引進來之後，變成高壓低速的那個氣流。那這一種氣流呢，可以讓它的發動機容易使用，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匿蹤那這個部分呢，其實也就是在使用的現在這種部分，大家喜歡講西方的對 F-35式那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殲20、殲35也通通都是那包含了這個梟龍也是使用這種棒式进氣道，但是西方用的，因為他們研究的是期程以及他們投產的過程非常久，所以我現在看到的比較少那但是我們現在常常有一種說法就是美國的智庫或者很多政治人物說，中國大陸沒有打過仗所以他們的這些裝備呢。可能都是紙老虎，對。那中國大陸是沒打過仗，代表着中國大陸其實是愛好和平的。但是呢，我們還在停留在當年的越戰、當年的韓戰的作戰的方式嗎？不，現在連《華爾街日報》都已經指出，現在的戰爭已經全面性的改變，改變的贏家是哪一個國家？對不起，《華爾街日報》講的中國大陸。也就是當他這樣轉變的時候，所以呢，我們不能再單立於過去，用過去的知識進行現在的決策，應付未來的威脅。那未來的威脅是什麼呢？那例如說，我們看到潛艦的部分那潛艦的部分，那個我們也看到，他們其實買了這一個叫做麒麟級的這個潛艦，這個潛艦其實一樣
可以輸出的時候，就代表過於落後可以輸出。那也就是它跟039的是很像的，但是下面這一艘呢，沒有人講清楚這是什麼，這就是700噸被美國對不起7000噸被美國一直懷疑的，現在中國大陸正在產制的這一種中型的核動力潛艦。那現在大家都說，哎呀，這個解放軍的那個潛艦出來啊，還沒出港，大家已經聽到敲鑼打鼓了。那就是我講的，你用30年前的解放軍的能力啊。那如果我們來看啊，那個對比一下，這一個是美國海軍研究院，那他對不起，美國的海軍戰爭學院他所提出的報告，這份報告裡面到底說了什麼？他說的是，解放軍的潛艦現在它的噪音程度不斷的下降，也就是它已經不是像當年的漢級的那一種敲鑼打鼓的那種潛艦。為什麼？因為當年啊，解放軍引進了 Kilo 級潛艦。Kilo 級潛艦在於北約叫做什麼？叫做深海黑洞。深海黑洞叫做什麼？最高等級聽不見。那聽不見它的聲音的時候，你更不知道它的存在。為什麼聽不見？因為它所有的裝備會發出音響的，無論是發電機啊，無論是它的那個各種機件，它都使用這種氣電的氣閥來減緩它的聲音。甚至呢，現在過於先進的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講到039的這一種，它連帆罩它都做有角度的。它要來折射這一個聲納的部分，但這一個部分呢，實際上來講，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一篇論文啊，那篇論文已經發表過了，那也就是3年多前的內容。但是它也告訴我們，解放軍不斷的在進步。那如果我們要研究解放軍，也要跟着進步。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解放軍一系列的武器都升級了，那現在是賣給了巴基斯坦。其實看在另外一個國家，也就是波灣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眼裡哦，他其實也是希望能夠買大陸的武器的。那尤其是在這一次的美伊戰爭當中，他們特別看到的是說，在這個分散風險、武器分散風險的一個重要性之外，也礙於他們和美國相較比較友好的關係，現在只能透過巴基斯坦來引進或者是使用大陸的武器嗎？所以現在值得注意的是，背後其實有一套模式哦，這邊叫做沙烏地出錢，巴基斯坦出人，那中國出裝備。所以市場盛傳最新消息，沙烏地阿拉伯可能提供高達120億美元來協助巴基斯坦購買大陸的高端武器。這代表說沙國想要降低對美國武器的依賴，那巴基斯坦當然了，他就是拿了這筆錢，也可以提升買大陸更好的武器。那中國則是可以把它的影響力帶進波灣地區，而不只是在南亞而已。另外一頭比較糗的事情是，美國的 F-35，現在西班牙開始改變他們的想法了。傳說不只對 F-35的態度保留，而且也將目光轉向了土耳其自研的可汗戰機。這幾件事情，聶老師怎麼看？對，的確有這樣的模式。我們現在講，您剛講到這個沙特出錢啊，巴出人，中國啊出裝備，但這一套這個系統，這一套模式已經可能不是只是沙特，而是整個海灣國家的趨勢，甚至還不是海灣國家，而是整個包括甚至你剛剛講西班牙，甚至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你信不信？非常清楚的啊，各位，228這件事情打下去之後哈，也就是川普攻了伊朗而不告而打這一件事，3、4月其實好多的美國的軍事基地在海灣國家都被對等反擊了。譬如卡達其實早就發生這件事，卡達的烏代爾機場被打了以後，他們就嚴正在思考這件事，因此他開始深化跟巴基斯坦的軍事合作，這個東西聲音已經反交成上，只是他沒有正式簽約那個20億美元的動作，但是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動作了，也就是他知道他想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因為他知道他們跟美國只要用美國來保護，你會發現哈，美國的保護裝備實力在這個地方其實它不一定這麼強，這次被打擊到，他們感覺到沒有那麼強之外，最重要的是占有的道義並不會有，也就是美國都會為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只要你用了美國基地這個所有的軍事設備，你就會發現美國的技術後門不會給你，這第一個很重要。第二個呢，技術後門受限，第二你還會受制於美國的他要的未來的軍事政策，這樣子你有自主性嗎？因此卡達烏代爾這個機場發生事情就已經跟巴基斯坦就準備簽約。當然沙特這次跳得很快，而扎得更重6倍，120億 USD OK 美元要扎下去，這已經非常清楚了。他就是要跟巴基斯坦呢來做這樣的一個深化的一個國防的這個軍工的這個裝備的這個購買。
各位，你要了解巴基斯坦這國家，你以前也不覺得它有那麼厲害啊？為什麼這些感覺很厲害？對。但不管怎麼說啦，全世界8個核武國家8+1嘛，那除了安理會5大國之外呢，當然除了北韓就是印度還有巴基斯坦，所以你不能對巴基斯坦小覷哦，巴基斯坦也不能小細看它哦。巴基斯坦它國防工業也是夠強的，但是重點是巴基斯坦国防都是中巴合作，所以中巴合作這是重點，而中國有個特性叫它生產東西是量產。價錢低，叫做性價比很高。第二個呢，它基本上不會跟你有所謂的政治附加條件。最早中國到現在大概還不到他認為可以到霸權給政治附加條件的時候。這時候，請問你買誰的東西來，你會比較划得來？光從性價比你就划得來。那當然，你以後還有自主性。那為什麼印度當時有很多時候不願意買美國，去買了俄國，都是一樣的道理。那飛機，因為美國你要控制你，現在。以前的海灣國家認為說美國控制沒關係，你會保護我。現在發現你控制還不保護我，當然我要轉移。所以這個是已經變成一個普遍的趨勢了。